它是苏联史上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，也是迄今最诡异的核潜艇。建造时12名工程师离奇死亡，而且在潜艇下水仪式中，长官用力把香槟抛向核潜艇，本该破碎的瓶子竟然毫发无损。在场的人都认为这是大凶之兆，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。由于国际形势紧张，正是美苏争霸时期，两军之间必有一战。苏军为了应对美军的核威胁，简单的对潜艇进行了下水测试。就在启动发射程序时，潜艇不出意外的出现了故障。艇长建议对整艘潜艇进行全面检测，但高层却迫切地要求前往北极附近进行核弹演习，并替换掉之前的艇长由老金担任。1960年4月30日 K-19 正式启用。临行前，潜艇紧锣密鼓做最后的准备工作，不停向船上搬运物资。忙乱之中，有人装错了药品，艇上医生追出去时撞上迎面而来的货车，货车从他身上压过。这次意外事件让士兵们忧心忡忡。尽管如此， K-19 号依然在万众瞩目下缓缓离开港口。艇长立刻下令将潜艇下潜至60米，但不幸的是，下潜到30米就出现了明显的渗水。不以为然的艇长继续下令进行火灾演练以及停电模拟，本就对潜艇不怎么熟悉的船员变得手忙脚乱，最终导致演练任务严重超时。如果这不是一次训练，潜艇就会严重受损，半数船员也会死亡。艇长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，要求再来一次训练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潜艇在士兵们一次次的演练中潜到了一片海里。随着潜艇持续下潜到200米时，巨大的水压导致潜艇外壳开始变形。当潜艇下潜到300米时，已经接近潜艇的基线下潜深度，这是十分冒险激进的举动。但艇长依然坚持下潜，船舱被挤压的声响越来越大，船员们开始提心吊胆，但艇长对此却毫不在意。紧接着，他又下令模拟鱼雷舱进水演习，要求潜艇用最高时速上浮。副艇长赶忙上前相劝，因为这片海域上层已经结冰，匀速上浮非常危险。尽管船员们心里很是不满，但不得不遵守艇长的命令。果然，潜艇在急速向前和上浮的操作下，舱体晃动明显异常。艇长迅速下令紧急制动，可惜已经来不及了。随着一阵强烈的撞击过后，这艘巨大的潜艇终于破冰而出。当众人以为安全结束，任务可以返航时，莫斯科总部给他们下达了新任务：穿越北约基地去美国东海岸进行常态化军事演习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负责核反应堆的一名船员突然发现，监测核反应堆的仪表值已经高出了临界值。士兵敲了敲异常飙升的核反应堆监测仪，仪表立刻恢复正常。以为没事的他并没有将此事向上级汇报，但下一秒，反应堆下方的输送导管发生断裂，反应堆的温度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飙升。而这种发生在密封区的泄漏事件，根本没办法进去堵上，而且核泄漏还会造成核辐射，最终高温度会融化反应堆，导致高热原子弹爆炸。其实它们就像一颗失控的核弹头，如果发生核爆炸，威力不亚于当年的广岛核爆，甚至100公里外的北约基地也会受到牵连，很可能会开启一次全新的世界大战。但是留给船员的时间只有2小时，艇长立刻召集反应堆军官开会讨论。然而反应堆军官不知如何处理，连忙找来紧急指南查询处理方法。通过翻阅资料得知，需要启动辅助抽水泵，可是主辅抽水泵已经损坏，无法实现海水冷却。这时，一名士兵提议用船舱储存的淡水进行冷却，先把反应堆的温度降下来。此时，潜艇的通讯天线由于之前的撞击彻底坏掉，艇长无法联系上司令部。他更不愿意放弃这艘 K-19 潜艇，决定派人分批进入反应堆修理，规定每批人员只能在里面待10分钟。因为潜艇里没有配备防辐射服，他们只能船上仅有的防化服。简单来说，这和穿雨衣没什么区别。反应堆的士兵们都自告奋勇，请求第一批进去，只有反应堆军官畏畏缩缩地躲在众人身后。在艇长的强制命令下，要求他第3组进去检查修补。很快，第1组的2人准备好了。其实他们知道一旦进入便会受到很强的核辐射，但2人没有退缩，他们戴上面罩，打开密封区内的层层铁门，义无反顾地走了进去。门外的指挥官掐动倒计时，在核辐射区散发出的火光显得格外耀眼。时间已到，第2组的2人进去将前面2人换出来。刚出来的队友连话都说不出，直接一口韭菜盒子吐了出来。他们身体出现严重不适，医生检测到他们身体的辐射值已经超过最大值。即使这样，后续的士兵还是没有退缩，除了反应堆长官以外，他害怕的发抖，痛哭不止。最后还是指挥官代替他走进去。经过轮番的抢修，冷却导管终于接通，冷却剂开始流动，核心温度开始下降。完成这一切后，顶替上去的指挥官缓缓打开舱门，他虚弱地走了出来。潜艇和泄漏的危机暂时解除，可是看着奋不顾身的队友遭到辐射后痛苦的模样，没有人能笑得出来。经历了这一切，艇长不再坚持继续任务。此时潜艇失去了反应堆的动力，只能以4级航速返回基地。以这种速度回去要好1个星期，而且还有一个问题，此时的船舱中充满了辐射，食物也都被污染，它即将成为一艘幽灵潜艇。当士兵从核反应堆出来时，皮肤溃烂不堪。这是苏军一艘核潜艇在美国附近真实发生的一起核泄漏，士兵们的生命也会在3天内走向终点。由于他们没有抵御核辐射的装备，潜艇中的人都难逃核辐射的侵袭。
副艇长提议向附近的北约基地寻求帮助，可是遭到了艇长的坚决否决。就在这时，一艘正在巡逻的米国驱逐舰发现他们，艇长依旧不愿意接受美国援助，好不容易抓住一根救命稻草，就此错过。很多船员开始出现负面情绪。副艇长认为拯救船员们的生命是第一位，但艇长始终不愿放弃这艘苏联最先进的 K-19潜艇。他下令关闭潜艇，切断与美方的通讯。就在此时，意外发生了，刚刚焊接好的冷却管再度发生破裂，核心温度又开始飙升。艇长下令紧急下潜，舱内的士兵开始乱成一团，在拉扯中有人碰翻油罐，引发了鱼雷舱大火。艇长下令启动防火系统，这就意味着鱼雷舱里的人无法逃离。副艇长坚持不放弃任何一个人，他亲自带人前去救火。这时政委拿出枪逼迫艇长罢免职务，随后命令通讯员向美军驱逐舰发射求救信号，随后又将潜艇的指挥权移交给副艇长。怎知副艇长刚拿到枪和钥匙，便以叛国罪逮捕了政委，随后把指挥权归还给了艇长。艇长见此感慨不已，他为之前的错误真诚向船员道歉，随后又向船员们解释，如果潜艇在海上爆炸会波及附近的美军，从而给自己祖国带来战争，唯一的办法只能牺牲掉潜艇上的所有人来避免核战争。此时各个舱的船员也开始听从艇长的指挥，他们都愿意支持艇长为祖国牺牲。随后艇长来到反应堆室外，反应堆长官已经进到密封区35分钟，双目失明的他被艇长带了出来。这时反应堆的温度开始下降，反应堆长官成功焊接好了冷却管，他不仅拯救了潜艇，也拯救了自己的国家。从这一刻起，潜艇上的所有人，包括艇长，都在发生改变。随后，艇长主动向美军发送求救信号，带领全员逃生，而他自己反而要留下来和潜艇一起沉掉。这时，副艇长告诉了他一个消息：苏联的270潜艇已经发现了他们，但是上级驳回了艇长疏散人群的命令，直接要求他们原地待命，等着货船前来救援。而这一次，艇长违抗了命令，将潜艇上的所有船员在美军驱逐舰的监视下撤离到了270潜艇上，所有船员因此获救，而艇长因为违抗军令送上了军事法庭。副艇长为他做了无罪辩护的证人，艇长这才免于处分，但他也因此结束了自己的海军生涯。而那些幸存下来的船员都被要求严格保密。维修反应堆的12名士兵在返乡几天后因为核辐射去世，还有几十名船员也在几年里陆续死去。侥幸活下来的船员所剩无几，因为特殊时期他们不能被授予英雄称号，只能作为秘密永远封存。